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重点摘要 ：Snapchat、TikTok 和 Meta 将从12月10日起禁止16岁以下用户使用。中国将 DeepSeek AI 融入军队，提升自主作战能力。被控谋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男子开始受审。乌克兰计划加强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攻击。乌克兰可能在和平后组装鹰狮战斗机。南非批准长效注射剂用于预防艾滋病毒。美国根据特朗普议程选择联合国资金。美法国准备向乌克兰派遣2000名士兵。泽连斯基请求欧洲提供2到3年的支持。中国与东盟扩大自由贸易协定，为美国保护主义提供替代方案。习近平与特朗普总统会谈时，寻求减少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美国投资800亿美元新建核反应堆，以满足 AI 能源需求。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宣布斥资800亿美元，在全国新建12座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以支撑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核心事件是，这些反应堆将采用最新快中子反应技术，可在更小空间内提供更高能效。背景分析 AI 算力需求已占美国用电量的 7%， 到2030年预计翻倍。人工智能的扩张会不会让能源焦虑成为新的全球危机？能源专家指出，核能确实能缓解短期压力，但废料处理与安全监管将成为长期隐患。专家警告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护，亚马逊和印度尼西亚的原始土著群体将面临灭绝。据共同社报道，国际组织生存国际最新研究发出严峻警告，全球196个未接触部落中，近半数可能在10年内消失。这些部落主要分布在亚马逊雨林和印尼热带雨林深处，世世代代与世隔绝。如今他们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约 65% 面临非法伐木侵扰， 40% 受采矿活动威胁， 20% 被农业开发逼入绝境。印尼哈尔马赫拉岛的洪加纳马尼亚瓦部落，他们的家园正被电动车电池所需的镍矿开采摧毁。巴西亚马逊的亚诺马米部落领地，非法金矿使用的汞毒素已污染河流，让鱼类无法食用。这些无声的种族灭绝将对人类文明多样性造成什么损失？人类学家强调，每个原始部落的消失都意味着独特语言、文化和生存智慧的永久流失，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人类遗产损失。Snapchat、TikTok 和 Meta 将从12月10日起禁止16岁以下用户使用。据澳大利亚时代报报道，全球最严涉媒禁令即将落地。Meta、TikTok 和 Snapchat 本周宣布，虽不赞同，但将遵守澳大利亚新法，从12月10日起删除所有16岁以下用户账号。这项开创性立法让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实施如此严格年龄限制的国家。Facebook、Instagram、TikTok 和 Snapchat 无一幸免。科技巨头们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一边承诺合规，一边警告执行难度极大，可能迫使青少年转向更危险的平台。Snapchat 高管直言，禁令可能让青少年失去平台的安全保护功能。YouTube 获得豁免，但游戏平台 Roblox、约会应用等是否受限仍在评估。这种一刀切禁令真能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吗？青少年心理专家认为，禁令可能产生反效果，迫使青少年使用虚假年龄注册或转向监管更弱的平台，反而增加风险。关键在于加强数字素养教育，而非简单禁止。OpenAI 转型为盈利性组织，微软入股。据 BBC 报道，2025年10月28日 ，OpenAI 正式完成了向盈利性公司的转型重组。这家曾经的非盈利 AI 研究机构终于完成了一场历时近1年的艰难谈判。微软在这次重组中获得了 OpenAI 27%的股权，价值高达1350亿美元，成为最大股东。而 OpenAI 的估值也飙升至500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 AI 初创公司。回看历史，微软从2019年就开始投资 OpenAI， 累计投入超过130亿美元。这次转型让 OpenAI 从原来的利润上限模式彻底解放，可以自由融资，为未来 IPO 铺路了。
这次转型会对整个 AI 行业的竞争格局产生什么深远影响？科技分析师认为 ，OpenAI 的盈利化转型将引发连锁反应，其他 AI 公司会加速向资本靠拢，整个行业可能更偏向逐利而非长远社会价值，同时也可能加剧技术垄断与数字鸿沟。5. 中国将 DeepSeek AI 融入军队，提升自主作战能力。据日本时报报道，路透社披露了一个震撼消息，中国正将本土 AI 明星 DeepSeek 全面武装解放军。2月，北方工业公司展示了搭载 DeepSeek 的 P60 自主战车，时速可达50公里，能独立执行战场支援任务。这仅是冰山一角，数百份专利和采购记录显示，从武装机器狗到无人机群 ，DeepSeek 正渗透各类武器系统。西安科技大学研究者声称，他们的 DeepSeek 系统能在48秒内评估1万个战场情景，而传统军事规划团队需要48小时。北航大学用它优化无人机集群决策，宇树科技的机器狗已能爬楼梯执行侦察和打击任务。美国2022年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却催生了 DeepSeek 这种更高效的算法主权突破。这场 AI 军备竞赛将把未来战争带向何方？军事专家警告 ，AI 将战场决策速度从小时压缩到秒级，人类指挥官可能沦为旁观者。更可怕的是，当机器拥有开火权，战争的道德边界将被彻底改写。6. 瑞典研究人员研发出超越人类视觉极限的显示技术。据法国科技媒体报道，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哥德堡大学的研究团队创造了显示技术的终极突破。他们开发的视网膜电子纸达到惊人的每英寸25000像素，超越了人类眼睛能分辨的理论极限约23000像素。研究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这种显示屏的核心是纳米级的原像素，由比病毒还小的三氧化钨圆盘构成，放置在反射金属表面上。通过精确调整圆盘大小和间距，每个圆盘能反射特定颜色，组合产生全色谱。更令人兴奋的是，这种电子纸采用反射而非发光原理，功耗极低且不伤眼睛，完美适用于 VR 和 AR 设备。这种看不见更多细节的显示屏有何实际意义？显示技术专家指出，当分辨率达到人眼极限后，屏幕尺寸可以大幅缩小，想象一块瞳孔大小的屏幕就能提供广阔视野和完美清晰度，这将彻底改变可穿戴设备的形态。7. Marty 软件提供实时纳米孔红基因组学分析，用于微生物威胁检测。据基因工程新闻报道，英国厄勒姆研究所开发的开源软件 Marty 正在改变微生物威胁检测方式。这款发表在基因组研究上的工具能对纳米孔测序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可视化，几分钟内就能识别病原体。Marty 最初为快速识别早产儿感染而开发，如今应用范围已扩展到南极科考船、农业监测和生物安全领域。它由2部分组成，能在笔记本电脑上运行的分析引擎，以及基于网页的可视化界面。更酷的是，它还整合了 AirSeq 空气采样技术，能直接分析空气中的微量 DNA。研究人员设想，未来农民田地里可以安装一个盒子，持续监测空气并实时报警。这种边测序边分析能带来什么改变？传染病专家强调，传统检测从采样到结果需要数天甚至数周，而实时分析能在疫情爆发初期就锁定病原体，为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争取宝贵时间。8. 日美达成新协议，确保关键矿产供应。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华盛顿签署了关键矿物和稀土供应框架协议。这份协议将前任政府的部分承诺正式化，包括日本承诺在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项目。背景耐人寻味，中国控制着全球60%以上稀土矿产和几乎全部加工能力，美国72%的稀土进口来自中国。特朗普对东盟国家挥舞关税大棒的同时，却对日本大加赞赏。日本提议向美国提供稀土加工和精炼技术，还建议在半导体和造船领域加强合作，试图削弱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力。数据显示，受美国关税影响，2025财年上半年日本对美出口额暴跌10.2%，
这种用资源换豁免的交易对全球供应链意味着什么？供应链专家认为，美日联盟试图绕开中国建立替代供应链，但短期内难以撼动中国在稀土精炼领域的技术优势。真正的供应链重构可能需要10年以上。COVID-19 疫苗有望改善癌症免疫疗法。据本周杂志报道，德克萨斯大学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和佛罗里达大学的重磅研究震惊医学界。他们分析了1000多名癌症患者的记录，发现，在开始免疫疗法前后100天内接种 COVID-19 mRNA 疫苗的患者，中位生存期几乎翻倍，晚期肺癌患者从26个月延长至37.3个月，黑色素瘤患者从26.7个月延长至30到40个月以上。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最神奇的是，这种效果在免疫冷肿瘤患者身上最明显。这类患者本不应对免疫疗法有反应，但接种疫苗后3年总生存率提高了近5倍。小鼠实验证实 ，mRNA 疫苗像警报器一样唤醒免疫系统，而癌细胞为自保会产生 PDL1 蛋白，恰好成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靶点。这个意外发现能否催生通用癌症疫苗？肿瘤学家表示，如果3期临床试验证实因果关系，现成的低成本 mRNA 疫苗可能成为癌症免疫疗法的标准组合，让数百万患者受益，并为开发专门的通用癌症疫苗铺平道路。NHS 试用 AI 进行当天前列腺癌诊断。据 BBC 报道，英国 NHS 启动了可能改变癌症诊断游戏规则的试点。从2026年初开始，利兹教学医院将测试 AI 辅助的一日诊断服务，并扩展到15家医院。Lucida Medical 开发的 Pi 软件能在几分钟内解读 MRI 扫描，检测准确率高达 95%。如果 AI 判定为高风险，扫描会立即转给放射科医生优先审查，患者当天就能接受活检。这意味着可能当天得到无癌结果，或几天后确诊，比目前流程快1个月。前列腺癌是英国男性最常见癌症，每年新增56000例，但放射科医生短缺让等待时间远超7天标准。健康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强调，漫长等待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不必要的痛苦。AI 诊断会取代人类医生吗？医疗 AI 专家澄清 ，AI 是增强而非替代它承担初筛工作，让放射科医生专注于复杂病例，既提高效率又确保诊断质量。关键在于人机协作的最佳平衡点。11. 人工智能浏览器存在安全风险。据安全内参报道 ，AI 搜索公司 Perplexity 推出的 Comet 浏览器被爆出重大安全漏洞。攻击者无需任何编程知识，只需在论坛评论区留下恶意指令，就能诱导 AI 智能体泄露用户的邮箱、验证码等敏感信息。整个盗号过程在2分半钟内即可完成。这款号称 AI 原生浏览器的产品，几乎在所有场景都嵌入了 AI 功能，但正是这种全面 AI 化的设计，反而成了黑客攻击的突破口。与传统浏览器相比 ，AI 浏览器的安全防护体系显得格外脆弱，用户隐私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是否意味着 AI 浏览器的便利性将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网络安全专家指出， AI 浏览器的快速发展远超安全防护技术的跟进速度。企业在追求功能创新时，往往忽视了最基础的安全设计。未来必须建立更严格的 AI 安全审查机制。12. 被控谋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男子开始受审。据央视新闻报道，2025年10月28日，震惊世界的安倍晋三遇刺案在奈良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45岁的被告山上彻也当庭承认了杀人罪和违反枪刀管制法等全部指控。这起发生在2022年7月的案件，让日本前首相在街头演讲时倒在血泊中，也揭开了统一教会与日本政界千丝万缕的关联。山上彻也供称，母亲向该教会捐款约1亿日元，导致家破人亡。而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曾将这个宗教团体引入日本，成为他行凶的动机。超过700人凌晨排队争抢32个旁听席位。有人同情山上的遭遇，也有人认为无论背景如何，杀人都不可原谅。这起悲剧是否会推动日本加强对宗教团体资金的监管？法律学者认为，
山上彻也虽承认罪行，但其家庭悲剧背景可能影响量刑。案件预计2026年1月宣判，将成为日本司法如何平衡法律与人情的重要案例。13. 乌克兰计划加强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攻击。据观察者网报道，乌克兰2025年6月发动代号“蛛网”的大规模无人机行动，出动117架无人机突袭俄罗斯境内5座空军基地，击毁或损坏超40架战略轰炸机，包括图160、图95等高价值目标，损失估计高达70亿美元。这些无人机竟是从事先部署在俄境内的卡车车厢中飞出，行动策划历时18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2025年将生产至少3000枚导弹和3万架远程无人机。与此同时，美国已允许乌克兰使用 ATACMS 导弹打击俄境内目标，战争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对比开战初期，乌军如今已能深入俄罗斯腹地数千公里实施精准打击，战场态势发生根本性转变。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暴增，会否引发俄罗斯更激烈的报复行动？军事专家警告，双方都在谈判前努力改善战场形势，这种以战促和的策略极其危险，可能导致冲突进一步失控，甚至触及核武器使用的红线。14. 到2050年，全球建筑业的碳足迹将翻一番，威胁气候目标。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报道，预测显示，到2050年，全球建筑能耗将占总能耗的 50%， 建筑业碳足迹将比2017年翻一番。目前，建筑行业已占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的 38%， 而现有建筑中高达 75% 存在能源效率低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核心建筑不断增加，这个数字还在持续攀升。更严峻的是，混凝土和钢铁生产占全球碳排放的 13%， 却仍是建筑不可或缺的材料。对比巴黎协定要求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建筑业的排放轨迹正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狂奔，成为气候治理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建筑业碳排放失控，人类还能守住 1.5 摄氏度的温控防线吗？气候专家强调，必须立即推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发展低碳混凝土和钢材技术，否则即使其他行业实现零排放，建筑业也会拖累全球气候目标彻底落空。15. 富士康投资 11.76 亿美元建设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中心。据新浪财经报道，富士康董事会批准投资最高420亿新台币，约13.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1.76 亿美元建设 AI 计算集群和超级计算中心。项目将于2025年12月至2026年12月期间分批投入。这座位于台湾高雄的超算中心将部署1万颗英伟达 GB300 GPU 模组，电力容量高达27兆瓦，聚焦 AI 推理而非训练，预计2026年上半年启用。作为全球最大 AI 服务器制造商，富士康市占率高居第一。此次投资标志着其从代工巨头向 AI 基础设施提供者的战略转型。与苹果代工业务相比， AI 硬件正成为富士康新的增长引擎。英伟达的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越苹果。富士康豪赌 AI 基础设施，能否摆脱代工厂的标签，实现华丽转身？产业分析师认为，虽然富士康在 AI 供应链中地位重要，但最终话语权仍掌握在台积电和英伟达手中。转型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在技术层面实现真正突破。16. 基因血液检测可能在症状出现之前检测出帕金森病。据生物通报道，英国研究团队在帕金森病早期诊断上取得重大突破。科学家们通过血液检测发现了13种生物标志物，能在患者出现运动症状之前就识别出患病风险。要知道，传统诊断方式误诊率高达 20%， 而且当患者确诊时，大脑中 50% 到 70% 的多巴胺神经元已经死亡。这项技术就像给医生装上了透视眼，能提前数年发现疾病的蛛丝马迹。全球有1000万帕金森病患者正在饱受折磨，这一发现为他们带来了希望之光。这项血液检测技术能否真正改变帕金森病患者的命运？神经医学专家指出，如果能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干预治疗，将大幅延缓疾病进展，让患者保持更长时间的生活质量。
早期诊断加上及时治疗，才是战胜帕金森的关键。17. 乌克兰可能在和平后组装鹰狮战斗机。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报道，2025年10月2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瑞典，双方签署了一份历史性意向书。乌克兰计划采购100到150架瑞典鹰狮1战斗机，这个数字相当于瑞典历史上最大鹰狮销售量的2倍。更令人震惊的是，瑞典计划在乌克兰本土建立战机组装厂，从战场上空手而归到拥有自己的战机生产线，这是乌克兰空军从输血到造血的重大转变。回想俄乌冲突爆发前，乌克兰空军装备陈旧，机型混杂，如今却有望掌握先进战机的组装能力，这笔军火大单会如何改变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军事格局？军事分析家认为，如果交易成功，乌克兰将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鹰狮机队，不仅提升战时防御能力，更将在战后重建中确立独立的国防工业基础，减少对外援的依赖。18. 新型超声探头可绘制出整个器官的4维血流图。据医学快讯网报道，法国科学家研发出一款革命性超声探头，首次实现了整个器官的4维血流成像，不仅能看到3维立体结构，还能实时追踪血液流动。这个探头能清晰显示小到100微米的微血管，相当于头发丝的直径。研究团队在动物实验中成功绘制出心脏、肾脏和肝脏的完整血管网络，连肝脏的3套血管系统都能一一区分。过去医生只能看到大血管，现在连毛细血管前的微小动脉都一览无余。这项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成果，将无创检查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精度。这项技术对心脏病、肾衰竭等疾病的早期诊断有何意义？心血管专家表示，微循环障碍是许多重大疾病的根源，但以往很难检测。这项技术能让医生在器官衰竭之前就发现异常，及时干预，有望将无数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19. 南非批准长效注射剂用于预防艾滋病毒。据北京日报报道，2025年10月27日，南非医疗卫生产品管理局宣布批准莱纳卡帕韦注射剂上市。南非成为非洲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这款由美国吉利德公司研发的长效药物，每年只需注射2次，每针提供6个月的免疫保护，预防效果接近100%。要知道，南非是全球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天都有数百名年轻女性感染病毒。以往的预防药物需要天天口服，许多人难以坚持，现在1年2针就能高枕无忧。南非卫生部长透露，政府已与药企谈妥大幅降价，计划2026年3月正式推广。这种长效注射剂能否终结非洲的艾滋病大流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依从性是预防失败的主要原因，长效注射将依从性难题一举化解。如果能大规模推广并降低价格，非洲的艾滋病新发感染率有望在10年内降低80%以上。20. 美国根据特朗普议程选择联合国资金。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一项震动全球的预算方案，提议取消对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全部资助，转而设立20亿美元的美国优先机会基金。这意味着联合国想拿美国的钱，必须先看是否符合特朗普的政策目标。美国是联合国最大金主，占联合国常规预算的22%，维和预算的27%。这一意孤行的决定让整个联合国系统陷入财政危机。回想特朗普第1任期，美国退出世卫组织、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如今卷土重来的他变本加厉，连维和经费都要一刀切。联合国官员们私下担忧，这不是在改革，而是在敲诈勒索。美国这种有钱就是大爷的做法，会对全球多边合作造成什么长远破坏？国际关系学者警告，美国的单边主义正在削弱自己的软实力。当美国一意孤行时，中俄等国将趁机填补空白，扩大影响力。短期内美国省了钱，长期看却是在自毁全球领导地位。21.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引发冲突担忧。据半岛电视台报道，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期3天的和平谈判最终谈崩，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未能就停火达成协议。
这场边境冲突已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是2021年塔利班掌权以来两国间最激烈的暴力冲突。早在10月中旬，双方曾在多哈达成48小时临时停火，但这次谈判却一意孤行地破裂了。两个曾经的盟友如今格外孤立，巴基斯坦甚至关闭了多个边境口岸，导致阿富汗物资短缺，价格飙升。这会对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什么持久伤害？国际问题专家指出，边境封锁将加剧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大量难民遣返更会雪上加霜，地区稳定面临严峻考验。22. 随着减肥药使用量的增加，美国的肥胖率在下降。据新浪财经报道，美国肥胖率1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2023年的数据显示，肥胖人口比例从前一年的44%降至43.96%。这背后的功臣就是司美格鲁肽等新型减肥药物的广泛使用。这些 GLP 一类药物原本用于治疗糖尿病，却因惊人的减重效果而爆红。兰德公司调查发现，约12%的美国成年人正在使用这类药物，相当于近3000万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药物价格昂贵，且需要长期使用才能保持效果，一旦停药，体重很容易反弹。减肥药真的能成为肥胖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吗？医疗专家强调，药物只是辅助手段，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才是长久之计。过度依赖药物可能带来未知的健康风险。23. 联合国报告详述俄罗斯使用无人机恐吓乌克兰平民。据联合国新闻网报道，联合国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发布重磅报告，指控俄罗斯当局采取系统性协调行动，通过持续的无人机袭击和强制迁移手段，恐吓并驱逐乌克兰平民离开家园。报告明确指出，这些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2025年9月，乌克兰至少有214名平民丧生，近1000人受伤，成为又一个饱受创伤的月份。联合国人权监测团表示，身处冲突前线的民众始终是受战争摧残最严重的群体，而无人机的使用让恐惧笼罩每一个普通家庭。这种系统性恐吓战术会对乌克兰社会造成什么代际影响？人权专家警告，持续的心理创伤将影响整整一代人，数百万流离失所者的重建之路异常艰难，战争阴影将笼罩这片土地数十年。24. 美国和日本研究人员揭示中微子质量差异。据《自然》杂志报道，美日科学家联手取得重大突破。美国 NOVA 实验和日本 T2K 实验合作，获取了中微子质量差异以及中微子反中微子震荡不对称的更精确测量结果。中微子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粒子之一，每秒有上千亿个穿透我们的身体，却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作用。这次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微子变身的秘密，它们会在3种不同形态之间震荡，还发现了中微子和反中微子的行为存在差异。这个发现可能帮助我们解开宇宙最大的谜团，为什么宇宙中物质远多于反物质？这项发现将如何改变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粒子物理学家认为，揭开中微子的质量之谜，将为理解宇宙大爆炸后物质如何形成提供关键线索，甚至可能颠覆现有物理学理论。25. 法国准备向乌克兰派遣2000名士兵，泽连斯基请求欧洲提供2到3年的支持。据京报网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披露，法国军方正准备向乌克兰部署2000名军事人员。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断呼吁欧洲国家提供2到3年的长期安全保障，甚至提出需要20万维和部队保护乌克兰。然而，欧洲内部在派兵问题上分歧严重，意大利副总理直接对马克龙让他自己上前线，德国也明确拒绝派兵。更尴尬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份刚承认法国已倾尽所有，对乌军事支持已到极限，转眼又提出派兵计划，让人怀疑欧洲到底还能撑多久。欧洲的分裂会对俄乌冲突的走向产生什么决定性影响？国际关系学者指出，欧洲内部严重分歧暴露了北约联盟的脆弱性。如果无法形成统一战线，乌克兰将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26. 联合国秘书长警告，全球升温超过1.5摄氏度将导致气候灾难。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5年1月再次发出严厉警告，2024年已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首次在年度基础上突破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的升温门槛。古特雷斯指出，如果不采取紧急减排措施，全球气温预计将在本世纪内攀升至2.6到3.1摄氏度，引发灾难性后果。他强调，单一年份超过1.5度并不意味着长期目标无法实现，但需要各国在2025年采取开创性的气候行动。科学家警告，升温超过1.5度将导致99%的珊瑚礁退化，北极夏天无冰的频率从100年一遇变为10年一次，海平面上升可能达到10米。而当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持续上升，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可能性已几乎为零。这对人类文明的延续会造成什么不可逆转的损害？气候专家指出，一旦突破临界点，将触发连锁反应，永久冻土解冻，释放甲烷，海洋吸收二氧化碳能力下降，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这些变化可能在数百年内都无法逆转，威胁人类的生存根基。27. 唐纳德·特朗普暗示将连任第3任，尽管宪法有限制。据今日美国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10月29日首次承认，美国宪法很明确地禁止他竞选第3任期。此前几个月，特朗普多次公开暗示希望连任第3任，甚至在3月接受采访时表示，考虑第3任期不是玩笑。特朗普集团还曾出售标有特朗普2028秒字样的红帽，声称要重写规则，引发宪政危机担忧。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明确规定，任何人经选举出任总统不得超过2次。要废除该修正案，需要国会两院2/3以上议员支持，并获得3/4州议会批准，难度极大。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0月28日表态称不存在这条路径，并表示已与特朗普讨论过宪法限制。特朗普最终表示，将在2029年把权力交给共和党接班人，可能是副总统万斯或国务卿卢比奥。这种反复试探宪法底线的言论会对美国民主制度产生什么长期影响？宪法学者警告，即使最终未付诸行动，这类言论也会侵蚀公众对宪法权威的信任，为未来的威权主义倾向打开缺口，使任期限制从铁律变成可协商的政治筹码。28. 世界首台河中探测自然界基本常数的变化。据雅虎报道，维也纳科技大学在2024年推出世界首台河中后，于2025年10月取得新突破，利用图229河中测量精细结构常数的精度，比以往方法提高了3个数量级，灵敏度是现有最佳原子钟的6000倍，精细结构常数约为137/1，决定着电磁力的强度。如果它发生哪怕10亿分之一的变化，带电粒子的行为、化学键的形成、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都会改变。科学家发现，当土原子核在不同能量状态间转换时，它的形状会像雪茄和扁豆之间微妙变化。这种变化直接依赖于精细结构常数。研究负责人舒姆教授表示，一些理论预测精细结构常数可能缓慢变化，甚至周期性震荡，这将彻底颠覆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河中不仅能打造比现有原子钟稳定1000倍的计时装置，还可能探测暗物质信号或时空结构的微小扭曲。如果发现基本常数真的在变化，这对我们理解宇宙本质意味着什么？理论物理学家认为，这将证明我们认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实际上是动态的，可能揭示更深层的物理机制，或许是弦理论预言的额外维度在起作用，从根本上改写物理学教科书。29. 格鲁吉亚执政党寻求取缔3个反对党。据捷克新闻网报道，格鲁吉亚议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于2025年10月28日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缔3个主要反对党联盟：统一民族运动党、改变联盟和强大格鲁吉亚。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指控这些反对党在2004年至2012年执政期间系统性侵犯人权，实施酷刑，非法监控公民，并在2012年后多次试图暴力推翻宪政秩序。议会调查委员会经过6个月调查，举行64场听证会，听取139名证人证词后，提交了近500页的报告。
这一举动发生在去年10月格鲁吉亚议会选举争议之后，执政党获得54%选票，但反对派指控选举舞弊，总统祖拉比什维利拒绝承认结果。执政党随后宣布暂停加入欧盟谈判，直至2028年，引发全国大规模亲欧抗议。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格鲁吉亚正在民主倒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向俄罗斯和中国靠拢。这种一党独大打压反对派的做法将把格鲁吉亚推向怎样的政治深渊？国际观察家指出，取缔反对党将使格鲁吉亚从不完美的民主国家彻底沦为威权国家，丧失加入欧盟的最后希望。民众的抗争也可能从和平示威走向暴力对抗，重蹈2008年俄革战争的覆辙。30，在哈马斯人质冲突后，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空袭。据挪威晚邮报报道，2025年3月18日，以色列在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结束后，对加沙城、汉尤尼斯和拉法发动大规模空袭和炮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恢复在加沙的战斗，警告若哈马斯不释放所有人质，将打开地狱之门。据加沙卫生部统计，仅首日空袭就造成至少413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冲突的核心在于对1月停火协议的解读分歧，哈马斯要求按原协议进入第二阶段永久停火，而以色列和特朗普政府却提出威特科夫新计划，要求重新谈判条款，实际上单方面违反了协议。以色列还在停火期间杀害超过140名巴勒斯坦人，禁止食品药品进入加沙，关闭海水淡化厂电力供应。美国将责任归咎于哈马斯拒绝延长停火，但实际上是以色列拒绝履行原协议。自2023年10月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已有超过5万人丧生，100万人流离失所。这种周而复始的暴力循环何时才能被真正打破？中东问题专家悲观地表示，只要以色列继续以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哈马斯仍将人质作为政治筹码，国际社会无力强制执行停火协议。这种打击停火再打击的怪圈就会永远持续，巴勒斯坦平民将继续为大国博弈付出生命代价。31，美军在太平洋袭击疑似运毒船只，造成14人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10月27日，美军在东太平洋对4艘疑似运毒船只发动空袭，造成14人死亡，1人生还。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表示，这些船只沿着情报部门标记的毒品走私航线前进，属于打击麻醉恐怖分子的目标。行动中，美方出动8艘军舰和1万名士兵，并由墨西哥海军协助救援。分析认为，美国正把毒品问题军事化，不再只是执法行为，而是视为战争行动。历史上，美方多次在中南美发动反毒行动，但这次规模最大，立场最强硬。这次空袭会不会让美国在国际社会被质疑越界用武？专家指出，这种跨境打击可能削弱美国在人权与国际法领域的信誉。32，礼来公司与英伟达合作打造全球最强 AI 超级计算机，加速新药研发。据报道，药业巨头礼来公司宣布，与芯片巨头英伟达携手打造全球制药业最大规模的 AI 超级计算机，用来加速药物研发。礼来将利用英伟达的高性能芯片和自家庞大的医药数据资源，建立一个全新 AI 平台，预计能大幅缩短新药从研发到临床的周期。公司表示，这项合作不仅是科技突破，更是美国在 AI 医药竞赛中领先一步的关键布局。过去一款新药往往要10年以上，投入10亿美元才能面世，而 AI 有望将时间压缩到原来的1/10。AI 能让药更快问世，也可能让药价更高、更垄断。专家认为，这将提升创新速度，但也让医药产业的集中化风险上升。33 Meta 获准延长调整时间线功能期限，用户可自由选择非算法推荐。据欧洲媒体报道，荷兰法院批准 Meta 延长至2025年底，以修改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时间线算法，让用户能选择按时间排序而非系统推荐。法院认为 Meta 过去的算法推荐机制侵犯了用户的选择权，公司必须提供清晰的开关选项，让用户自由决定看到谁的内容，否则将面临高额罚款。这被认为是欧洲数字法案推动的重大胜利。
象征用户优先理念的崛起。过去10年，社交媒体依赖算法推动流量，如今这种转向意味着平台权力开始被重新平衡。社交媒体能真正还给用户选择权吗？专家表示，这项判决可能成为全球算法透明化的开端。34，Lucid 与英伟达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技术，2026年上路。据报道，电动车厂商 Lucid 宣布将与英伟达合作，打造 L4 级自动驾驶系统，目标在2026年推出全球首批完全自动驾驶乘用车。Lucid 的 Air 轿车和 Gravity SUV 将采用英伟达的高性能芯片和 AI 驾驶系统，车辆能自行识别路况、规划路线，甚至不需要驾驶员操作。分析认为，在电动车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 Lucid 选择用智能驾驶突围，是一次高风险高回报的赌注。当汽车能自己开，人类还需要学开车吗？汽车专家认为，这场技术革命将改变出行方式，但也带来安全与法律责任的新难题。35，英伟达与美国电信巨头联合开发 AI 原生 6G 通信技术。据美国科技媒体报道，英伟达宣布与多家电信巨头合作，共同研发用于 6G 网络的 AI 原生无线协议站。这项计划将在未来几年内推动智能化通信，让网络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实时学习与自我优化。合作方包括思科、T-Mobile 等企业，目标是让美国重新在全球通信标准中取得领先。专家指出，从 3G 到 5G 每次升级都改变了世界，而 6G 加上 AI 可能让网络具备思考能力。AI 驱动的 6G 会让通讯更智能，还是更容易被控制？专家警告，若技术过度集中，可能引发数据安全和国际竞争的新风险。36，美国卫生部长肯尼迪改变疫苗接种政策，危及公众健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卫生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宣布，健康儿童和孕妇将不再被推荐接种新冠疫苗。核心事件是，他绕过专家委员会，直接修改国家免疫政策，导致部分州政府与医界强烈反对。具体措施包括撤销公共保险对新冠疫苗的报销资格。背景分析，这项决定被批评为以政治取代科学，可能引发疫苗接种率下滑。这种政治化防疫会不会让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再次陷入危机？专家警告，这类决策将削弱公众对疫苗安全的信任，破坏多年建立的群体免疫基础。37，全球气候努力取得部分成果，但仍未达成巴黎协定目标。据瑞典媒体报道，联合国最新气候报告显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速放缓，但距离巴黎协定控制升温1.5摄氏度的目标仍差一大步。过去10年，全球碳排放下降约 6%， 但仍不足以扭转气候变暖趋势。具体措施如碳税、可再生能源投资虽见成效，但执行差距明显。背景分析，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仍在恶化，气候行动已成全球共识，但人类真的还来得及逆转气候危机吗？专家指出，若2030年前无法将排放削减 50%， 全球将进入不可逆气候阶段。38， OpenAI 利用声波开发脑机接口。据科技网站报道， OpenAI 正研发一种利用声波信号进行脑机通讯的新技术，无需手术植入芯片即可读取脑部活动。核心事件是，研究人员通过超声波刺激大脑神经，从而让计算机解析思维信号。具体措施显示，这项无窗脑机接口将应用于记忆障碍、瘫痪患者的康复治疗。背景分析，与传统芯片植入式技术不同，声波接口更安全，成本更低。当 AI 开始听懂大脑，人类的隐私还剩多少？神经科学家指出，这项技术或可帮助上百万患者恢复语言与行动能力，但同时必须建立严格的伦理和数据安全规范。39，美国 NASA 的 X-59静音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完成首飞。据 NASA 消息， X-59静音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在加州成功完成首次试飞，标志着超音速民航的新篇章。核心事件，这架飞机可在不产生爆炸音的情况下，以时速1200公里穿越音障。具体技术包括低噪音气动外形设计，让音爆降至城市可接受水平。背景分析，自上世纪协和客机停飞后，
人类首次接近安静的超音速旅行。如果未来从洛杉矶飞东京只需4小时，航空业将迎来什么变化？航空专家认为，这将重新定义长途航班格局，也让超音速复兴成为现实可能。40. 中国与东盟扩大自由贸易协定，为美国保护主义提供替代方案。据 QQ6 报道，就在美国对东盟国家挥舞关税大棒之际，中国与东盟完成了历史性握手。5月20日，双方正式宣布完成自贸区3零版谈判。10月28日，在吉隆坡签署升级议定书。这个覆盖20亿人口的超级自贸区，首次将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绿色经济纳入框架，直接挑战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对比鲜明的是，特朗普对越南商品征收46%关税，对柬埔寨49%，对泰国36%，而东盟国家却选择不报复，转而深化与中国合作。中国28纳米芯片与东盟半导体封装产业形成完美互补。2025年区域芯片贸易额预计突破1200亿美元。这种南合作模式将如何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经济学家指出，当美国用关税筑墙时，中国与东盟用开放搭桥，这标志着全球化正从西方主导转向多极共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显著提升。41. 独特的黑洞合并事件揭示了黑洞形成和演化的新见解。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团队报道，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2颗质量极不对称的黑洞合并，一颗相当于太阳质量的10倍，另一颗仅为2倍。核心事件是，这种轻重悬殊的黑洞合并极为罕见，为研究黑洞如何诞生与成长提供了关键线索。科学家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 和 Virgo 探测器捕捉到引力波信号，确认其能量在数毫秒内释放，相当于太阳10亿年的总输出。这是否意味着宇宙中还有更多隐藏的微型黑洞？天体物理学家指出，这次观测可能改写黑洞形成理论，让人类更接近理解宇宙的起源。42. 华威大学科学家发现强效新型抗生素。据英国 BBC 报道，华威大学研究团队宣布发现一种全新的抗生素分子 Crazamycin， 可以有效杀灭多种耐药性细菌。核心事件是，这种分子能够攻击细菌的蛋白质合成机制，使其难以产生抗药性。实验显示，对超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率高达 98%。背景分析，全球每年约有500万人死于抗药性感染，传统抗生素研发几乎停滞。这种新药会不会成为人类抗生素危机的转折点？医学专家认为，如果临床试验证实安全有效， Crazamycin 或将成为继青霉素之后的又一次医学革命。43. 随着法希尔被捕，苏丹内战升级，人道危机恶化。据瑞士媒体报道，苏丹民兵领袖法希尔在东部城市卡萨拉被捕，引发其武装部队与政府军全面交火。核心事件是，过去48小时内，喀土穆及达尔富尔地区爆发新一轮空袭和地面冲突，导致至少400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背景分析，这场内战自2023年爆发以来，已造成超过100万人难民外逃。法希尔被捕会终结战争，还是让苏丹陷入更深的混乱？国际关系学者指出，若各方势力失衡，苏丹可能从内战国家滑向无政府状态。44. 微软市值突破4万亿美元，与英伟达并驾齐驱。据美国媒体报道，微软股价持续上涨，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市值大关，成为全球第2家达到这一规模的公司，仅次于英伟达。核心事件是 AI 服务和云计算业务推动微软利润飙升， Azure 营收同比增长 34%。背景分析，生成式 AI 浪潮改变了科技竞争格局，让微软与英伟达从合作伙伴变成并行领跑者。当科技巨头的市值接近全球中型国家 GDP 时，资本的力量会走向何方？经济学家指出， AI 泡沫虽推高估值，但若增长放缓，市场恐将面临新一轮修正。45. 习近平与特朗普总统会谈时，寻求减少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据纽约时报报道，习近平计划在本周与特朗普的会谈中，推动美方改变对台立场。
北京希望特朗普明确表示美国反对台湾独立，而非目前的不支持立场。虽然措辞看似相近，但这将意味着美国从中立转向明确站在中国一方。特朗普政府内部已有幕僚警告不要做此让步，但特朗普急于达成贸易协议，可能会忽视这些建议。回顾今年5月，特朗普曾在谈及中美日内瓦会谈时提到统一与和平，已让台湾当局高度紧张。如今双方再次会晤，台湾官员私下向美国国务院表达了被出卖的担忧。这种表态转变将对台海局势产生什么长远影响？国际关系专家指出，若美国立场从不支持转为反对独立，将被视为对北京的重大让步，可能加速两岸统一进程，并在亚太地区引发连锁反应。46. 美国参议院两党联手阻止特朗普对巴西征收关税。据美国 NPR 报道，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与民主党罕见携手，投票否决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对巴西进口产品征收20%关税的计划。核心事件是，多州议员担心此举将引发南美贸易报复，打击美国农产品出口。具体细节显示，关税计划原拟涵盖钢铁、大豆及乙醇。背景分析，这是特朗普再度推行关税施压外交的一环，但此次遭遇党内外一致反对。当政治分歧让两党罕见站到同一阵线，美国的贸易路线还会走向何方？经济专家指出，这次否决显示国会正试图重新平衡总统的贸易权力，避免全球供应链再现动荡。47. 英伟达为美国能源部建造 AI 超级计算机，同时寻求重返中国市场。据美国财经媒体报道，英伟达宣布将为美国能源部建造全球最强 AI 超级计算机，名为 Frontier AI， 专用于能源研究与核模拟。同时，公司也在申请出口许可，希望恢复部分对中国的芯片销售。背景分析，在全球 AI 算力争夺战中，英伟达一方面服务美国政府，一方面又试图保持中国市场的商业存在。这家公司能否在科技与地缘政治之间保持平衡？分析人士认为，英伟达正走在一条技术与政治高压线上，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两边夹击。48. 美国空军飞行员飞入5级飓风眼，捕捉罕见数据。据美国气象中心报道，一支由6名空军飞行员组成的飓风猎人小组，驾驶侦察机飞入5级飓风伊丽莎白的风眼，成功收集核心气压与温度数据。核心事件是，机体在300公里时速的狂风中保持稳定，仅距飓风中心不到10公里。背景分析，这些数据将用于改进飓风预警模型，帮助沿海居民提前撤离。他们冒生命危险换来的数据，能否真的让人类提前看见灾难？气象专家指出，这是近10年来最危险的飞行任务之一，其数据或将提升预测准确率30%以上。49. Stellantis 英伟达与 Uber 合作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汽车巨头 Stellantis 宣布与英伟达和 Uber 合作，在美国多座城市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核心事件是，车辆将搭载英伟达的 Drive Hyperion 系统，实现全自动路线规划与乘客识别。Uber 负责平台调度， Stellantis 提供车辆。背景分析，这意味着无人驾驶从实验阶段正式进入商业化运营。未来的出租车司机会被 AI 彻底取代吗？交通产业专家表示，这项合作可能重塑城市出行生态，但也将引发就业消失与监管真空的双重挑战。50. 气候变化应对不足，导致全球数百万人死亡。据瑞士资讯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最新研究显示，气候变化相关灾害在过去20年间已造成超过5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热浪、干旱、洪水与传染病扩散。核心事件是，气候恶化正让低收入国家承受最重打击，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8倍。背景分析，各国减排承诺落实率不足1/3，全球升温趋势仍在加速。如果气候行动再拖延，未来几十年人类将面临怎样的生存代价？气候科学家警告，若各国不在2035年前实现净零转型，极端气候将从灾难变为常态。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